信封上的字迹的确是汪帮主的。马夫人将此信交给我的时候，还未曾开启。不错，上面的字迹的确是汪帮主的手笔。不错，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没等各位长老见证，我就先行拆阅。等我拆信的时候，泰山铁面判官在场，他可以做见证。不错，当时在下正在徐长老的府中做客，我看着他拆的这封信。徐长老，这封信上说什么？这封信不是遗书，是另外一个人写给他的信。那是什么人所写？抬头写的是尽然武兄。尽然？不错，汪帮主的别号叫尽然，和他交情深厚的人都知道他有这个别号。那这封信是谁写给汪帮主的呢？这封信我给单大哥看过，他一看就认出这个人的笔迹。舍下还存有这位仁兄的几封信函，当时我马上请马夫人和徐长老到在下的家中印证，字迹也一样。老夫办事一向力求仔细，更何况此事关系着本邦的兴衰，我更知道对一位英雄豪杰的声誉性命大有关联，岂能轻率从事呢？我也知道太行山的谭公谭婆和写这封信的人交情十分深厚，当然认得他的笔迹了。不错，信上的笔迹确实是此人所写。徐长老，到底事情如何，请你明言。哎，我真是不敢明言，真是可悲可叹可怜。赵兄，当年你也参与此事了。小娟，他们到底说什么呀？师哥，徐长老是问你在30年前雁门关乱石谷的血战之事。雁门关？没有，我没去过雁门关，我没去过雁门关的乱石谷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没去过雁门关啊，我没去过，我没去过啊。阿弥陀佛，你也来了。大错即铸成，逃避也属突然无意，罪过罪过。原来天台山智光大师佛驾光临，丐帮徐长老和泰山单判官联名投简相召，老衲又岂敢不来呢？大师，劳动大师佛驾，乔峰实在过意不去。哎，30年前雁门关乱石谷的血战，他也参与了，要问他吧，我不知道，要问他。实在是杀孽太重了，事实言之有愧。各位师徒，30年前的往事，今日又何必重提呢？因为本邦起了重大的变故，有一封涉及此事的信函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今日又何必旧事重提呢？以老衲之见，应该将此信毁掉，消灭痕迹就最好不过了。但是副帮主惨死，若不追究，沉冤不雪，本邦更有土崩瓦解之危呀。这么严重啊！但是先父沉冤未雪，还望大师主持公道。老衲这一生就做错了这件事，如今也不必再隐瞒了。大师，当年我们一心为国为民，那件事也不算是错事啊。是错就是错，何必自欺欺人呢？
30年前，中原豪杰接到一个惊人的消息，说契丹人想偷取少林寺的12项绝技。打听到这批契丹武士会经过雁门关进入中原。雁门关。当时武林中人热血之士选出一位带头大哥统领其事，共商对策。我们大宋连年征战，万一他们将少林武学秘籍抢走，军中人人练习，将来战场上交手，大宋兵如何抵挡？我们大宋就国运堪疑了。我们一定要杀死契丹人。大家在少林寺誓师出发，前往雁门关外，阻止契丹武士入关。大师，你们后来有没有截杀那边契丹武士呢？这场血战一定很激烈。真是不堪回首。当时我们一共21个人，老衲也在其中。有带头大哥带领，赶到雁门关乱石谷中埋伏。为了避免契丹人他日报复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黑衣蒙面，只有带头的大哥臂缠红带以作记号。当时人人都扣紧剧毒暗器，静心等待。本来这种伏击的行动实在有失英雄气概，但是因为并无必胜的把握，只有出此下策。大师不必难过，两国交锋，正所谓兵不厌诈，这种情况也是无奈。大师，请继续。来了。大家小心，这些契丹狗野蛮好战，不用跟他们讲江湖道义。当时那些契丹人全都惊慌逃避，马上有很多人中伏身亡，只有一小部分人落荒而逃，但是结果都被我们一一刺杀。当时我觉得那些契丹人根本就毫无反抗之力，转眼间就被我们都杀死了。这一点我们也觉得很奇怪。咦，不是说这群人是千挑万选的勇士吗？怎么武功这么差？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很有可能是诱敌之计，真正的精锐人马还没有到，大家千万别大意。有埋伏，大家趴下。için beni hambesta.你是什么人？快报上名来！衙门呢？M六2几门？这种野蛮人，别跟他废话，杀了他！
当时那个契丹人用准确无比的手法，将那个婴儿抛在汪帮主的肚子上，而幸免于难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又看见有人从死尸堆中爬起来，匆匆忙忙地跑掉了。那个爬起来的就是我。我自知，我那天就这么走了，是个懦夫的所为。自从那次以后，我再无面目在江湖上立足，从此变成行尸走肉。今天叫赵钱孙李谢，明天就叫陈李张黄河。30年前，乔帮主年龄尚幼，当时只有周岁，当然对这件触目惊心的往事是一无所闻了。原来乔帮主今年31岁了。30年前的往事，老衲相信，凡是参与过这件事的人，都不愿意重提呀。当年雁门关一战，虽然伤亡惨重，但总算是我们武林中原取胜。可惜我们没有人觉得光荣，只觉得是终生遗憾。大师，你先行歇息一下。大师当年一定伤得很重。那个契丹人总算是手下留情，光看他替汪帮主的血道，并不是有意要置人于死地。当日老衲在崖边稍作休息，然后慢慢地爬下去。无一生还，有一个走了，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。还有个婴儿，可惜他的父母。干什么？这个婴儿不能让他留存在世上，斩草不除根，将来一定会留有后患。别再杀了，我们杀的人太多了。大师，那个婴孩后来命运如何？那个婴孩，当时天就快黑了，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一个个的检查尸体，希望发现还有生还的人。啊，还真有！我们发现带头大哥原来还有气息，于是马上抢救，将他送到一个秘密地方疗伤。至于那个契丹人在大石上刻的字，我们根本看不懂。于是我们把地上的鲜血涂在石壁之上，然后再用一块白布将石壁上的文字印下来。我们为了想弄明白石壁上所刻的字句，就拿血布上的碑文去找那些看得懂契丹文的汉人传译。一连问了几个契丹人，他们所说的都是。到底布上的碑文说的是什么？错，总之是错。可
可惜大错铸成，无法挽回。那几十条人命，那对契丹夫妇，结果白白的枉死了。那个婴孩，你们将他究竟如何处理？那个婴孩，我们商量过以后，决定将那个婴孩抚养成人。于是，我们将他交给少林寺附近的一户农家收养。那么那户人姓甚名谁？那户人家姓乔名三怀。那个婴孩就是你，乔帮主。你本来是契丹人，田冠清，你要罚我，因为我不是汉人。对，因为你已经没有资格当帮主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我乔峰是汉人，我的亲生父母是姓乔的。你为什么要捏造事实，诬陷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编个故事来诬陷我？乔峰，人证不证，事实俱在，你再否认也于事无补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你们是想让我乔峰将帮主之位交出来？我乔峰随时都可以不当丐帮帮主，你们何必耍这种手段呢？你是契丹人，我是汉人，大家同样都是人。我赵钱孙，处处敌人一等，你又何必否认呢？当日雁门关的血战，赵钱孙终身难忘。那个契丹人，他的身材样貌，简直和你一模一样。老衲和乔帮主并无仇怨，也非丐帮中人。老衲根本就不需要诬陷你。当日老衲和汪帮主亲自将你交给乔三怀抚养以后，对你的一切也非常关心。在你7岁那年，你拜少林玄苦大师为师，学习武艺。也可以说这件事是我们2个暗中安排的。到了你16岁的那年，汪帮主就正式的成为你的授业恩师。汪帮主一直都非常的关心你，事关汪帮主认为是我们对不起你的亲生父母，所以就想把你培养成为一位英雄豪杰。英雄豪杰，